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，你正在地铁里好好站着，突然被人狠狠踩了一脚，还没等你开口，对方先骂了一句：你没长眼睛啊！你一下子愣在那里，话堵在喉咙口。回到工位，同事明明自己做错了流程，却当着全部门的面说这是小 X 负责的。你看着他，他一脸无辜。领导皱了皱眉，你的心一下沉到谷底。晚上打开朋友圈，有人发了一段阴阳怪气的话，配图是你上次发的照片。你明明知道他在说你，可你没有任何证据。你放下手机，又开始了一遍一遍的复盘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？我那天是不是不该发那张照片？如果我回一句，是不是事情就不一样了？你越想越气，越气越睡不着。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，对方却容光焕发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发现没有，整场战争里只有你一个人参战了，对方根本不知道。你已经气了一整夜，你以为是这个世界烂人烂事太多，真相其实是你的情绪开关一直放在别人兜里，谁路过都能按一下。今天我想跟你深挖一套降维打击法则，这可能是你听到的最清醒的一版答案。它不是教你忍，忍会憋出病，也不是教你硬扛，硬扛只是假装没事，而是一份高智商玩家的心理防弹衣。这套法则只有3招，但每一招背后都有一门心理学原理，一个脑科学机制和一个历史级名人的真实操作。我先跟你交代一下。第一招叫裁判资格剥夺，它用来处理外界的负面评价。第二招叫情绪颗粒度，它用来处理你内心升起的火。第三招叫上帝视角，它用来处理你眼前的执念。而这3招的底层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觉醒，叫做向死而生。等你听完，你会明白，烂人烂事不是用来战胜的，而是用来绕过的。接下来的内容极度浓缩，甚至会颠覆你对愤怒的认知，建议你先点赞收藏，方便反复内化。因为情绪管理不是天生的，它是一套可以训练的大脑技能，你学会了，你会少气10年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招，裁判资格剥夺。我听很多人在后台留言说，最气人的不是被人欺负，而是被人欺负完之后，你发现自己竟然还在乎对方的看法。对，这就是第一招要解决的问题。你为什么会那么在意烂人的话？因为你无意识中把对方请上了裁判席。我举个例子，你走在大街上，一个醉汉指着你大喊，你是一个废物。你会上前跟他说，我不是废物，我上个月刚升了职，我考了2个证，我爸妈都很爱我。你会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清楚，醉汉的评价没有任何分量，你根本不屑于在他面前自证。可为什么换成认识的人，换成你的同事，你的亲戚，你的前任，你瞬间就慌了。你开始在乎，开始解释，开始失眠，因为你觉得他们比醉汉更有资格评判你。但我要告诉你一句残酷的话，评判一个人的资格不是自动拥有的，他需要你的授权。你授权给谁，谁才有资格在你的世界里当法官。你不授权，他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醉汉，哪怕他西装革履，哪怕他笑里藏刀，他的评价跟酒精发酵后的糊化没有本质区别。这就是裁判资格剥夺的核心，不是去打败那个说你不行的人，而是从根上撤销他的裁判资格。你不用跟他吵，不用向他证明，你只需要在心里向自己宣布，此人的判决无效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内耗都发生在你默认了对方有资格评价你之后。对方说了你一句，你立刻开始自证，你越自证越焦虑，因为自证的前提是你真的把他当回事了。而当你收回他的裁判资格，你会发现他那句话其实连风都算不上，风还会吹动树叶，他那句话你连听都懒得听。
高智商玩家在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问一句：这个人配让我生气吗？有权在我的心里判我死刑吗？如果没有，他的所有话统统归档。这是降维，不是势均力敌的争吵，是直接退出了对方的游戏。这里有一个心理学的底层逻辑，叫 ABC 理论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提出， A 是发生的事件， B 是你对事件的解释和信念， C 是你的情绪和行为结果。绝大多数人的误区是以为 A 直接导致了 C， 他骂我，所以我愤怒，他看不起我，所以我委屈。但爱丽丝说，不是的，真正决定 C 的是你的 B， 同一个 A， 可以有不同的 B， 你可以把对方的骂解释为恶意攻击，于是你愤怒，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他今天心情不好，在向全世界倾倒垃圾，于是你只是有点同情。你看，事件没有变，但情绪可以完全不同。苏格拉底就示范过绝佳的操作。据说他在雅典街头讲学的时候，有个人冲上来，当众泼了他一桶水。他的学生气得要冲上去教训对方，苏格拉底却只是擦了擦脸上的水，淡淡地说，如果一头驴子踢了我，我难道要踢回去吗？这句话不是自我安慰，是认知维度的碾压。驴子踢人是本能，是随机，是他自己的事。你如果踢回去，你就默认自己是另一头驴，你把自己拉低到了他的世界，然后你用他的方式跟他纠缠。就算你赢了，你能赢得什么？一个踢回去的荣誉吗？不，你失去的是你原有的高度。历史上把这一招用得最漂亮的是曾国藩，他年轻时在长沙呕心沥血练湘军，结果呢，湖南官场那一帮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有一次，他的亲兵在街上跟绿营兵起了冲突，绿营兵仗着人多，直接冲进曾国藩的衙门，把亲兵给抓了，还在旁边放话，你敢怎么样？曾国藩当时是堂堂二品大员，你想想，堂堂二品大员在自己的治所被几个兵痞在门口羞辱，这口气谁咽得下去？当地官员不但不帮他，反而在背后笑话他，说他练的兵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说他曾剃头，是想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，换做一个普通人，早就上折子弹劾对方了，或者带着兵打回去了。曾国藩是怎么做的？他一句话没说，连夜带着人搬出了长沙城，去了衡阳。衡阳条件极其艰苦，没有营房，没有粮饷，他就找了几条破船，让士兵住在船上，白天在岸上训练，晚上回船上睡。你知道当时的湖南官场在背后怎么议论他吗？他们说他疯了，说他一个读书人，连几个兵都带不了，就知道跑。曾国藩心里清楚，但他就是不解释。他把自己关在衡阳，整整2年，每天练兵，研究阵法，琢磨人心。后来太平天国席卷南方，满清王朝四处剿匪，步步败退，唯独曾国藩那支从破船上爬出来的湘军，一战比一战猛。进港失利，他败而不馁，越州大捷，他稳如磐石，武昌城下。他一战定乾坤，太平军终于被打得落花流水。这时候，当年那些嘲笑他的人呢，一个个站在他面前，连话都不敢大声说。你发现没有，曾国藩赢在哪儿？他不是赢在嘴巴上，他是赢在维度上。他没有去回击任何一句嘲讽，他只是专心把自己做大，大到那些嘲讽自动失去了重量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不战而胜。你不需要回应烂人，你只需要成长。成长到有一天，你环顾四周，连个对手都找不到。那些烂人早在你爬升的过程中被甩到了地平线以下。所以现在请你记住一句话，烂人的嘴长在他身上，但他的话能不能进你的耳朵，由你决定。你的耳朵能不能把这话送进心里。
也由你决定。你完全可以对自己说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看不清你，也听不见你。你的评价请原路返回，这不是阿 Q 精神，这是最清醒的边界感。你要知道，烂人最想看到的是你着急，是你辩解，是你跳脚。你越平静，他越无趣；你越稳定，他越挫败。你只要不动，他就拿不到一点情绪能量。这就是第一招，裁判资格剥夺。接下来第二招，情绪颗粒度。这一招我觉得是3招里面技术含量最高的，因为它直接跟你的大脑硬件有关。什么叫情绪颗粒度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能多细致地识别自己的情绪。提出这个词的是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丽莎·费德曼·巴瑞特。他研究发现，情绪管理能力强的人，并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他们的情绪颗粒度更细。什么意思？我给你做个对比，低情绪颗粒度的人遇到烂事，他的内心只有2个字：烦、气，或者更简单的难受。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，只觉得有一团巨大的东西压在胸口，整个人都闷闷的。这种模糊的感觉会像一大片乌云一样迅速遮蔽整个天空。而高情绪颗粒度的人呢，他在生气的那一刻会像品鉴红酒一样去体察自己。他会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感受到底是哪种？是愤怒吗？还是觉得被冒犯了的羞耻？是规则被打破后的正义感？还是对未来失去了掌控的恐惧？是失望？是孤独？还是委屈？你看，他这么一拆，原本那一大团情绪就变成了好几个小块。愤怒被命名了，恐惧被命名了，羞耻也被命名了。一旦他们拥有了名字，他们就从一个巨大的怪兽变成了标本盒里的一只蝴蝶。你还怕一只蝴蝶吗？你不怕。你甚至可以仔细地观察它，研究它，然后轻轻合上盖子。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脑科学机制，心理学上叫命名及驯服，也叫情感标签效应。当一个人处于剧烈情绪中，大脑的杏仁核会首先启动，它会拉响全身的警报。这时候你的前额叶，也就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区域，基本是停工状态。你没法讲道理，也没法做决策，只有一股冲动驱使你反击或逃跑。但有一个办法能最快让前额叶重新上线，那就是语言。当你尝试用准确的词语描述自己感受的时候，大脑的语言中枢会带动前额叶一起活跃起来。前额叶一旦激活，它就会给杏仁核发信号，说收到了，知道了，可以降级了。警报强度会大幅度下降。这就好比你在黑暗里听到一个恐怖的声音，你吓得不行，等你终于看清，原来只是一只猫，你就不怕了。情绪命名的作用就是帮你在黑暗里打开手电筒，看清那个让你害怕的东西。它叫羞耻，它叫恐惧，它叫伤心。它不是什么不可名状的怪兽，它只是一个可以被处理的小零件。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在做情绪疏导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永远是，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吗？他们不是不知道你难受，他们要逼你给情绪起名字，因为名字一出来，火就熄了一半。我想给你讲一个真正的狠人，曼德拉，南非前总统。他在监狱里待了27年，罗本岛的看守，每天让他砸石头，让他跪在烈日下。他长期穿着短衣短裤，在开普敦的寒风中做苦工，看守随时可以打他骂他。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这个人应该恨透了那些看守，换做别人，可能在监狱里就已经气死了。但曼德拉没有，他甚至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，如果我继续恨着那些看守，那我可能早就丧命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知道仇恨会腐蚀判断力。在南非那种复杂的斗争环境里，他不能让自己的大脑被情绪控制，所以他训练自己把愤怒拆开。有一种愤怒是个人对看守的仇恨，他告诉自己，
这种愤怒没有战略价值，会消耗他的心脏，会让他的视野变窄，必须放下。还有一种愤怒，是对种族隔离制度不公的愤怒。这种愤怒是有益的，是燃料，是用来推动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力量。他留下来了，他把这团火烧成了革命的火种。后来他出狱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仇恨行为。他当选总统之后，专门邀请了当年看守他的3个人，出席他的总统就职典礼。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那一刻。曼德拉向几个曾经虐待他的人鞠躬致敬，那不是软弱，那是他用27年练出来的情绪颗粒度。他早就把私人恩怨过滤干净了，只留下了对制度和理想的清醒判断。你看，普通人的愤怒是失控，强人的愤怒是武器，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把它拆开。你拆得越细，你就越自由。在日常生活中的实操方法也很简单。当你觉得自己马上要爆炸的时候，你不用压着火，压火只会越来越猛，那是白熊效应。你越刻意不去想白熊，白熊越是出现在你脑海里。情绪也一样，你越压抑，它反弹得越厉害。你要做的是给这团火一个出口，但不是骂人，而是向内接管。你现在立刻花30秒，问自己，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？是愤怒吗？还是觉得不被尊重？是难过吗？还是失望？是担心吗？还是无助？试着把最精确的那个词说出口。你可以小声说，也可以在心里说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清晰地命名它，你会发现，那一股要把你顶翻的冲动突然开始泄气。你恢复理智的时间会从半小时缩短到3分钟。这就是情绪颗粒度的威力。第一招解决了外面的烂人，第二招解决了里面的情绪。但有时你拆完情绪，还是觉得这口气出不来，因为你被当下的烂事牢牢锁住了。那我们进入第3招，上帝视角。什么叫上帝视角？就是让自己从困在局里的那个人，切换到站在局外的观察者。我给你3个版本，你可以选一个最适合你的来练。第一个版本叫摄像头视角。想象你头顶上方3米，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你，你低头看，镜头里一个年轻人正站在角落里气鼓鼓的，跟另一个面目模糊的人争个不停。他声音越来越大，脸红脖子粗，真的内容你根本听不清，你只看到他因为一件很小的事，把自己的脸长成了番茄。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好笑，有点可怜。他为什么为了一个不相关的人，让自己那么难看？当你用这个视角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会立刻从情绪里抽离，因为你在看别人，而不再是现在里头。第二个版本叫10年后的视角。心理学家发现，时间距离能有效降低情绪强度。你今天觉得天塌下来的事，放到10年后看，很可能只是一个打喷嚏。你回想一下10年前的自己，当时你是不是也为了某个烂人烂事痛哭过？现在你还能想起那个烂人的名字吗？大多数时候你想不起来了。那既然10年后一定会忘记，你现在为什么还要为这件事燃烧情绪？高智商玩家会在心里悄悄按下一个按钮，把当前时间调到10年之后。10年后的你会怎么看待今天这件事？他大概率只是笑笑说一句，嗨，多大点事。第3个版本叫导演视角。你把自己想象成一部电影的总导演，眼前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你电影里的角色和情节。那个烂人只是你电影里跑龙套的，他应该在第7分钟出现，然后在第8分钟消失，可你却让他在整部电影里抢镜，你还任由他主导你的心情。这算什么导演？真正的导演会喊卡，会把他赶出片场，会重新剪辑这一段。你要记住，剧本是你写的，镜头是你选的，烂人只是路过，他根本没有资格在你的电影里拥有那么多戏份。这3个视角随便拿一个出来，都能把你从情绪泥潭里拽出来。
关键是要练，要在小事上练，练到形成肌肉记忆，下次烂事一出现，你自动切镜头。这里有一个更底层的科学支撑，心理学里有种能力叫认知重评，意思是重新解释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。当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，原始事件带来的情绪压力就会显著下降。斯坦福大学的脑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们进行认知重评时，大脑前额叶的活动增强，杏仁核的反应减弱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脑中换角度，身体就会真实的放松。这不是自我欺骗，而是大脑进化出来的一种高级能力。人类能超越动物，就是因为大脑能够预演未来，能够站在更远的地方看现在。你用的越多，你越接近高智商玩家的状态。历史上用上帝视角翻身的，我脑海中最先浮现一个名字，爱迪生。1914年，他的实验室突发大火，一夜之间，大片厂房被烧成废墟，多年研究资料、设备、样品全部化为灰烬。当时他已经67岁，换作一般企业家，看到自己一生的心血被大火吞没，大概率当场崩溃。而且这场火是意外，是无妄之灾。他可以愤怒，可以诅咒，可以怨天尤人，但他没有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儿子把妻子叫来。他站在火光前，对妻子说：“你此生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吗？”第二天，他走到灰烬里，捡起一根木炭，在白墙上写下一行字：“这大火烧光了我们的所有错误，上帝保佑，我们还有机会从零开始。”后来，他真的从零开始，重建了实验室。3个月后，还推出了新产品。爱迪生为什么能做到？因为他有一个上帝视角，他能看到大火已经发生，不可逆转。这是已经写好的剧本，但接下来怎么写，由他决定。他可以选择被大火毁掉，也可以选择让大火成为新的起点。他选择了后者，这不叫乐观，这叫导演思维。烂人烂事也一样，它就像一粒不期而至的火种，可以把你的今天烧成灰，也可以把你点燃，让你至少提前10年看清自己真正要什么。还有一个名字，褚时健，他年轻时把红塔山做到了亚洲第一。后来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，他从巅峰跌落，女儿在狱中自杀，他也深陷横塔。等到保外就医，已经是74岁的老人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你想想，一个74岁的老人刚刚失去自由，失去女儿，身患糖尿病，再创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他去了哀牢山种橙子，所有人都说橙子6年才挂果，你种得动吗？他闷声不响，借了钱，承包了荒山，搬进了山上的工棚，和自己赛跑。他研究肥料，研究土壤酸碱度，研究农药的配比。一个74岁的人，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农业。6年之后，褚橙上市，一炮而红。一个85岁的老人，用一箱甘甜的橙子，让所有看衰他的人闭了嘴。你注意，他为什么敢种6年后的收获？因为他的时间坐标不是当下，他把自己安放在未来的某个节点。他相信眼前这片荒山会变成果园，眼前这段烂事只是转运前必经的隧道。这就是上帝视角。你不是在承受现在的烂，你是在等待未来的甜。如果现在的烂能变成未来的营养，那它就不是纯粹的烂，它只是还没发酵完成的肥料。所以当你下次遇到烂人烂事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，对自己说：3年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吗？如果不会，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花3个小时生气？你立刻就能松一大口气，因为你知道你只是被眼前的镜头欺骗了。真相是人生很长，长到烂人烂事只是几个顿号，人生又很短，短到不值得为任何一个烂人浪费一整个夜晚。这句话当然不是让你无视伤害，而是让你明白，
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到这里3招都讲完了，但要真正不再动怒，光靠招数还不够，你还需要一个底层的心法。这个心法是整把梯子的顶层，它叫向死而生，并不是想讲一个恐怖故事，恰恰相反，我想给你一个礼物。你想过没有，人为什么会为了烂人烂事浪费那么多时间？因为潜意识里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活很久，久到可以随便浪费，久到可以今天先气一碗，明天再快乐，久到可以把最重要的话留到以后再说，把最想见的人留到以后再见。可人生的真相是，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，死亡不是遥远的终点，它一直存在于每一个今天之中。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听懂这个事实，他就不会把生命浪费在烂人身上，因为他知道时间不是无限的，他用来恨一个烂人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从自己的生命余额里扣掉的。你恨他，他毫发无伤，你却被扣掉了1个小时，你气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在为自己的生命账户支出，而对方连账单都看不见，这笔账太亏了。所以我说不生气，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原谅，而是因为你舍不得浪费自己。你不原谅他，你可以，但你不必让他占据你的大脑，你只需要往前走，让他消失在你的后视镜里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不是逃避吗？不，这叫清醒。烂人烂事最大的危险不是让你受苦，而是让你把注意力从自己的目标上移开。一个人只要开始纠结烂人烂事，他就停止了成长。而一个人停止成长，才是真正输掉了人生。王阳明的一生，就是一连串烂人烂事的合集。他被宦官刘瑾构陷，当众打了40廷杖，差点死在帐下，之后被贬到贵州龙场，那里瘴气弥漫，人烟稀少，连个住所都没有，随行的仆人都病倒了，他还要自己做饭，自己去找柴火。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地方，他有一天半夜忽然大彻大悟，悟出了心学。后来他平定宁王叛乱，立下不世之功。功臣是什么下场呢？被嫉妒，被诽谤，有人造谣他要谋反，皇帝也猜忌他，可他依旧平静地讲学，平静地行军，平静地教人治良知。临终时，弟子问他，先生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他说了8个字，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的心干干净净，亮亮堂堂，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，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你注意，他这一生绝不缺少烂人烂事的骚扰，但他到最后心里没有一丝阴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大坐标系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那些烂人烂事在他的坐标系里，就像天空掠过的几只乌鸦，乌鸦再吵，也改变不了太阳正在升起的事实，而他自己就是那轮太阳。太阳不会去跟乌鸦争论，太阳只是持续发出光，等它升到头顶，乌鸦的影子自然就消失了。你要做那轮太阳，不要去做那只被乌鸦牵着鼻子走的鸡。向死而生的清醒，就是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礼物，把每一次烂人烂事都看成一个小小的闹钟。它在提醒你，你的时间正在流逝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过客停下朝圣的脚步？你对烂人的每一次回嘴，都是对自我命运的背叛。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你有更值得的人要爱，你有更辽阔的世界要看。你凭什么在那个不值得的角落反复打磨自己的伤口？你应该是那个在烂人烂事面前轻轻说出哦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的人。最后，我们把整条线索串一遍。今天的主题是遇到烂人烂事儿怎么办？我给你3招。第1招，裁判资格剥夺，用来拒绝外界的评判。第2招，情绪颗粒度，用来拆解内心的感受。第3招，上帝视角，用来击穿当下的执念。而这3招真正的发动机
是向死而生的清醒，是知道人生有限，所以你不舍得浪费，是不需要原谅烂人，但一定要放过自己。这3招加一个心法，其实就是一条心智成熟的阶梯。你每往上走一步，能让你动怒的事就少一件，你内心的疆域就大一圈，你离那个不受情绪摆布的版本就更进一步。我想问问正在看这段内容的你，在这3招里面最触动你的是哪一招？是那句此人的判断无效，还是那个把情绪拆开命名的30秒，还是那个让你飘在天花板上看自己的视角，又或者是最后向死而生的一句话，让你突然觉得好像真的不该再气了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，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照亮另一个人，让那些正在烂人烂事里挣扎的人也看见，原来愤怒是可以放下的，原来烂人是真的配不上你的注意。愿你从今天起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愿你所有的情绪都留给值得的人和事，愿你成为一个不动怒的高智商玩家，用降维打击把日子过成高高的样子。我们下期见。